曾有不少人这样觉得，还来过其他世界的高手，甚至其他天河的高手，就连七界圣府都来过人，但无一例外，毫无收获。谭宇回道，且提起七界圣府的时候，他的语气都变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好像通过七界圣府之人曾来过，更能彰显此地的不简单。但这本身是在说明七界圣府的厉害。紫菱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问道：怎么，你见过七界圣府的人？七界圣府的人遨游浩瀚修武界，总会有人路过此地，听说此事，便来看看。我有幸见过一次。七界圣府无愧于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势力，在我以前的认知中，修武者才是这方世界主宰，界灵师再强也不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强。因此之前对主修结界之术的七界圣府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势力之势，一直保持怀疑态度。但当我见到那3位身披界灵长袍的界灵师后，他们身上散发的气场让我意识到我之前的认知是多么愚蠢。后面我对七界圣府便有了全新的看法，尤其是当我得知关于界染清大人的事迹后，我才知道七界圣府究竟有多么了不起。谭宇叹道：界染清大人确实厉害。紫菱附和道：虽然一直在祖武天河，可如今的紫菱也知道了，七界圣府最强天才界染清便是楚风的亲生母亲，简直太强了。他是我的偶像，这一辈子若是有幸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便好了。谭宇叹道：那你知道楚风吗？紫菱问。楚风，这个我倒没听闻过。谭宇道：楚风你都没听过啊？紫菱有些意外，他可是听说如今楚风于浩瀚修武界，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自从负伤便一直待在森林内，很少与外界接触。楚风是七界圣府的后起之秀吗？谭宇问。这个你有机会自己去了解一下吧，若是知道的话，搞不好你的偶像都要换人了呢。紫菱笑嘻嘻的道：这么厉害？听到紫菱的话后，谭宇也是有些好奇了，我的紫菱怎么也学坏了？楚风以暗中传音说道：这哪里是学坏了，是我楚风哥哥实在厉害吗？楚风哥哥也是我的偶像哦。紫菱眯着2道弯弯的月牙眼，尽管伪装了面容，可她的灵性还在，依旧很美。那你不是更厉害了？你的偶像被你得到了。楚风坏坏一笑，原本紫菱觉得没什么，因为楚风本来就是她的爱人，被她得到了乃是事实。可看到楚风那坏坏的笑容，她越来越感觉不对劲，猛然反应过来，脸颊顿时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一样。怎么说这些？这里还有外人呢？紫菱低头皱眉，害羞的语气都变了，竟有些胆怯。哎呦，怎么回事？就这么慌乱，连我在暗中传音都分辨不出来了。楚风坏笑更浓，你……紫菱脸更红了，都不敢抬头，就像那害羞的小女孩。可楚风就是喜欢这样的紫菱，尽管也算老夫老妻了，可紫菱的身上却永远有着小女孩的美好与青涩，那是一种不会被世间、被世俗所影响的美好。越是见得多了，越是觉得珍贵。当然，话说回来，紫菱变成什么样，他也都一样会喜欢。他与紫菱之间珍贵的事情很多，紫菱本身固然珍贵，可那些美好的过往同样无可代替，所以紫菱才会是楚风可以不顾性命都要保护的女人。哎呀，别一直看我。见楚风一直盯着自己，紫菱更加不好意思，于是赶忙转移话题。你到底看出什么没有？看不出来，但此地绝对不简单，也许日月宗知道些什么。走去问问。话罢，楚风带着紫菱与谭宇继续前行。日月宗有一道护宗大阵，可楚风都未动手，只是意念之间，结界之力横扫而出，那护宗大阵便直接被粉碎，结界屏障被毁，引得天摇地晃，而碎裂的结界阵法宛如碎裂的镜片，于虚空之上纷纷坠落。一时之间，日月宗内乱作一团。日月宗宗主，带着你的孙子滚出来！可接下来的一声怒吼，更是吓得日月宗众长老与弟子屁滚尿流，这让他们确定是有强敌来犯。而他们顺身观望，看到虚空之上的3个身影之后，一些人反应了过来，那莫非是谭宇？尽管过去了200多年，可还是有人认出了早已帅气不在，只剩满脸沧桑的谭宇。而关于谭宇的事情，尽管过去了200多年，可日月宗却始终有流传。莫说当年的人，就算是后面加入的新弟子，也都听闻过谭宇。如今谭宇归来，并且带了2个看似实力如此强大的存在，大家都明白对方的来意。复仇是谭宇带人来复仇了。很快，数位老者自宗门深处御空而来，无论男女，皆是仙风道骨，正气凛然。见状，无数弟子与长老皆是御空而起，站在那数位长老身后。一时间，日月宗数亿宗门长老弟子与楚风3人形成了对峙之势，但人数差距实在悬殊，这让谭宇惶恐不安，身子不住的颤抖。可楚风与紫菱却面色不改，他们清楚，实力为尊的修武界，除非修为相近，否则人数根本无法弥补差距。对方不过虚张声势，2位素不相识，不知是因何故来犯我日月宗。为首的老者说道。而不用旁人介绍，楚风也知道这个老者便是日月宗宗主。身为日月宗宗主，不可能不知道谭宇的遭遇，他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放任一切发生。说白了，他也是罪魁祸首，是其孙子作恶的底气。日月宗宗主是吧？楚风轻蔑地看着对方，于他眼中，对方已是时日不多的死人。老夫正是日月宗当代宗主。日月宗宗主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甚至说话间衣衫舞动，一股磅礴的气息横扫八方。他还故意将其修为释放而出。8品半神，宗主大人已经突破到了8品半神吗？一时间，日月宗众人议论纷纷，似乎忘了大敌来犯的危机。毕竟8品半神与7品半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听闻日月宗主已是8品半神，谭宇也是更加慌张，而这份慌张自然被日月宗主察觉，这让他判断，来犯者虽能破解护宗大阵，但实力多半不如他，否则谭宇又怎会慌张？不过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他也没有对楚风直接动手，而是说道：“2位，我从未见过你们，我们应该无冤无仇。可你们来到之后，便直接破坏我宗的护宗大阵，莫非是帮着谭宇来报仇的不成？奉劝2位做人还是聪明一些，莫要不明真相，被小人所利用。你们要知道，这谭宇当年可
可他话未说完，楚风便不耐烦的道：“废话少说，让你孙子滚出来受死！”被楚风打断话语，使得日月宗主顿时一愣。他本以为自己的修为已经会让对方有所忌惮，不曾想对方还如此不给面子，这让他意识到对方要么是不知死活，要么是真的不弱于他。不得不说，他有些慌了，但他的慌乱并没有表露而出，反而强装镇定，甚至有些嚣张。小友，好好与你说话，你听不懂是吗？警告你一句，我日月宗可不是好欺负。呜啊！他话未说完，一股结界威压便从天而降，使得这位宗主从高空之上坠落而下。当众人反应过来之际，堂堂日月宗宗主已如死狗一般趴在地上的深坑之中。见此一幕，日月宗众人如惊弓之鸟，四散而逃。可楚风手掌张开，抬起手臂对着虚空，刹那间结界之力化作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到达高空深处，结界之力又四散而去。不过眨眼的功夫，一座巨大的结界球体覆盖了整个日月宗的恢宏建筑群。这不是简单的防御阵法，还蕴藏攻杀之力。楚风意念之间，便可凭借这道磅礴大阵，将整个日月宗夷为平地。好可怕的结界之术！难道他是七界圣府的人？看到楚风所展现的结界之术，日月宗众人更加惊恐，就连谭宇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原本颤抖的身躯，此刻也不抖了，因为有底气了。如果说之前对楚风的实力还有所怀疑，那么现在他是一点都不怀疑了。楚风绝对有为他报仇的能力。日月宗宗主眼见不妙，也顾不得脸面，赶忙强撑着身体，开口大喊：“老祖救我！”轰！下一刻，日月宗深处爆发出强大的气息。那气息一经出现，楚风覆盖日月宗的阵法都被震得粉碎。是何人敢到我日月宗闹事？一个满头白发、身穿布衣的老者负手而立，踏空而来，每踏一步，虚空都会剧烈一颤，脚下的空间更是碎裂出痕。这位便是我日月宗的老祖。原来我日月宗真有半神巅峰的强者坐镇。见到这位老者，莫说弟子，就连许多长老都是面露惊叹。先不说这位老祖一出面便震碎楚风布下的滔天大阵，他所散发的气息也的确比八品半神的宗主更加强大。于是原本四散而去的日月宗众人再度归来，纷纷站在了这位老祖身后。与此同时，一男一女也在日月宗深处飞掠而出。这一男一女不仅年轻，且衣着华丽，男俊女美，一看在这日月宗内就有着了不得的身份。他们没有直接站队，而是直奔趴在地上的日月宗宗主。见到这一男一女，日月宗老祖轻哼一声，一股威压横扫而出，将楚风压制日月宗宗主的结界威压直接抹除，使得那对男女将趴在地上的日月宗宗主搀扶了起来。看到这两个人，尤其是看到那名年轻男子后，谭宇眼中的怒火无法控制。楚风知道那一男一女多半便是日月宗宗主的孙子，以及背叛了谭宇的亲妹妹。此刻日月宗宗主在那对男女的搀扶下，来到了日月宗老祖身后。老祖，替我杀了他们，替我杀了他们！日月宗宗主一边擦着鼻口流出的鲜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道。见宗主如此狼狈，那对男女看向谭宇，也是满眼杀意。男子还未说话，倒是女子率先开口：“谭宇，当年我真不该求情，放你一条生路。”听闻此话，谭宇立刻闭上眼睛，心痛的都快要无法呼吸。尽管早就知道此女人品，可那毕竟是他的亲妹妹，如今在世唯一的亲人，这样的妹妹还要放他一条生路？不待楚风开口，紫菱便看向谭宇。身为女子，她也看不下去了，如此吃里扒外，算什么亲人？谭宇没有说话，可谭宇妹妹却说话了：“你真是好大的口气，我需要你来放生路。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日月宗是你能撒野的地方吗？臭娘们，等一下看我怎么收拾你！”谭宇妹妹分明就是一个泼辣村妇，骂人都不用思考的。可是她骂着骂着，却忽然傻眼了，因为楚风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来到了谭宇妹妹面前。楚风没有直接出手，但只是他的眼神便将谭宇妹妹吓得给抽筋了一样。老祖救我！谭宇妹妹颤抖地呼喊起来。找死！老祖也是立刻伸出苍老却有力的大手抓向楚风，可楚风的手以更快的速度伸出，一把抓住了日月宗老祖的手腕，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日月宗宗主便顿时龇牙咧嘴。楚风不仅将他的手腕扭断，楚风的结界之力更是顺其手掌覆盖其全身。半神巅峰又如何？在楚风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此时日月宗老祖不仅承受巨大痛苦，更是感觉浑身无力，随后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二人的交手发生的太快，大家看不清过程，可是这结果大家却看到了。他们清晰地看到，他们已达半神巅峰的老祖跪在楚风面前，并且苍老的脸上还满是痛苦之色。喜欢多嘴，楚风一把就抓过了谭宇妹妹，一拳轰在她的脸上。这一拳下去，鲜血喷溅，谭宇妹妹鼻子歪了，疼得大嘴一咧之际，满口的大牙更是在嘴里乱窜。可她还是大喊了一声：“哥哥救我！”她也不傻，最强的老祖都跪了，现在还有谁能救她？只有他那个愚蠢的哥哥了。可还不待谭宇开口，楚风便率先开口了：“谭宇，他对我的爱人不敬，现在已经不是你和他之间的事了。”楚风再度开口，冷冽的寒气覆盖天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楚风的杀意。这一刻仿佛陷入了无尽地狱，而楚风便是这个地狱的阎王，并且这杀意不仅仅是针对日月宗众人，就连谭宇也被覆盖。谭宇看向楚风：“大人，我家门不幸，出现如此败类，我落得如此田地，都是拜他所赐。如今对大人不敬，他更是罪该万死。无论大人如何教训，谭宇只会心存感激。”眼见着其哥哥说出这番话，谭宇妹妹便将目光投向自己的那位相公。可谁曾想，他的一个眼神却使得他的那位相公，也就是日月宗宗主的孙子，也是扑通一声跪在了半空之上，跪在了楚风的面前，随后更是声泪俱下：“大人，我与他没有关系，他不过一个外人，
当初坑害谭宇也是他的主意，是他先给其亲哥哥下药，来为表投靠我日月宗的决心，更是亲手挖出了其亲哥哥的丹田，还因为他手法有问题，导致谭宇的血脉无法嫁接于我的身上，无法为我所用。我知道我也有错在身，但归根结底都是被这个女人引诱的，此女才是罪魁祸首，罪大恶极，就是一个败类，还请大人严惩。话罢，他还对着楚风连连叩头。这一幕，谭宇妹妹直接看傻了眼，她没想到他为其掏心掏肺，为其前程不惜坑害自己哥哥的相公，会在生死时刻露出这样一副嘴脸。在这一刻，谭宇的妹妹也是流下了眼泪，被楚风一拳打得面目全非，她都没有流下眼泪，但是看到自己丈夫此时的嘴脸，她则是泪流满面。不过这只是鳄鱼的眼泪，她痛心是因为她被伤害，而不是因为后悔对自己亲哥哥的伤害，所以楚风并没有因为她的满面泪水就动恻隐之心，反而是一记涌上心头。对于这种人，只是身体上的折磨反而没有意思，心灵上的摧毁更能让他明白他做过的恶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楚风手掌握紧，凝聚出一把结界匕首，递给了日月宗宗主的孙子，去把他丹田挖出来。可见到楚风递过来的匕首，日月宗宗主孙子却用手推了回来。见此一幕，日月宗老祖以及日月宗宗主同时怒斥：混账，还不听从大人的话，去废了那个贱人！在他们看来，今日若想安然，就只能顺从楚风之意，只有让楚风痛快了，他们才能有机会活命。可面对老祖与宗主的同时怒斥，宗主孙子却摇了摇头。见此一幕，谭宇妹妹神情有所变化，满是泪水的眼睛都不眨了，心想：难道之前的绝情只是装的？其实他的相公心中还是深爱着自己。而就在此时，宗主孙子开口：大人，尽管这只是您随手打造的匕首，对您而言不值一提，可对于我们而言，却也是高高在上，宛如圣物。若这个贱人的血落在您这匕首之上，便是对圣物的亵渎，动他，小人用自己的匕首即可。话罢，宗主孙子站起身来，且从乾坤袋内摸出一把匕首，左手抓住谭宇妹妹的肩膀，右手一匕首便刺了进去。在谭宇妹妹发出撕心裂肺惨叫的同时，宗主孙子的匕首则是在谭宇妹妹的身体内一阵搅动。匕首拔出之时，一个散发淡淡微光的球体也是跟随匕首而出。老手，这个宗主孙子绝对是经常挖别人丹田血脉，不然手法不可能如此纯熟。大人，宗主孙子再度跪倒在地，双手高高举起，将其妻子的丹田奉送到楚风面前。楚风看了一眼，痛到脸庞抽搐，但却已经不再出声的谭宇妹妹，想必此时的他终于能够体会到他哥哥当年的痛了。既然如此，那便可以送他上路了。唰，楚风大袖一挥，手中的结界匕首直接贯穿了谭宇妹妹喉咙。谭宇妹妹坠落而下，已是彻底死去。让其相公挖其丹田，是替谭宇报仇，而要其狗命，是因为他顶撞子陵。你把当日所有参与了谭宇事情之人的名字都说出来。楚风对日月宗宗主孙子说道。日月宗宗主孙子早就吓破了胆，连对自己掏心掏肺的妻子，他都能说废就废，废后还不流一滴眼泪，就知道此子多么狼心狗肺，所以没有一丝犹豫，就像是念顺口溜一样，中间都不曾换气，就将那些人的名字全部说了出来。而说来也巧，这些人无论长老还是弟子，如今在日月宗都是有着不俗的地位，并且今日全部在场，他们自知难以逃脱，但凡是被叫出名字的，都立刻主动站出来，跪在了地上。此刻各种求饶之音响彻不断，当然他们也聪明，看出楚风狠辣无比，于是纷纷向谭宇求情，有的还是暗中求饶。而听到他们的求饶，谭宇也是有些动容。那件事的罪魁祸首，说到底还是日月宗宗主以及其孙子，还有谭宇自己的妹妹，其他人都是帮衬的，甚至如今被供出来的一部分人，只是当时对谭宇恶言相向，可能他们自己都不明真相。唰，可只见楚风意念一动，一股威压从天而降，下一刻鲜血喷溅，那些跪在下方的所有人全部化成了血水，全部斩杀。谭宇直接目瞪口呆，一时之间缓不过神来。再看楚风，眼中涌现出一抹浓浓的恐惧。起初谭宇对楚风的印象，觉得楚风是极其和蔼、很好说话的好人，可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这位看似和蔼的人，原来还有如此凶狠的一面。眼见楚风直接抹杀那么多人，莫说宗主孙子、老祖以及宗主，都是吓得赶忙开口：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们当年愚钝，的确起了私心，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过，可如今已成事实，还请大人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肯饶我们一命，您要什么补偿都可以。谭宇的丹田呢？楚风问。这才是关键所在。楚风帮谭宇是出于真心，但想追回谭宇丹田同样是目的所在。楚风觉得谭家200多年前那阵法的变故，很可能是与谭宇的血脉觉醒有关。大人，谭宇的血脉较为特别，我们当初的确想将谭宇的丹田融入到时儿的体内，但是发现根本无法相容，所以什么？若敢撒谎，要你们狗命！楚风道。不敢撒谎，谭宇丹田价值不菲，我们一直留着，想着寻找到方法之后，再为时儿或是后辈所用。但是前段时间，我们日月宗的圣地内突然有了反应，圣地之内竟有强大存在，只是强大存在被困，我们为帮其脱困，使尽浑身解数，奉献诸多宝物，也包括谭宇的丹田。日月宗老祖说道。圣地，听闻这2个字，楚风便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你们的圣地又是怎么一回事？详细说来。楚风问道。随后经过日月宗老祖的讲述，楚风也知道了具体情况。如谭宇所说，日月宗初代宗主之所以在这里建宗，就是因为发现此地不简单。算起来，日月宗与此地也有10几万年的历史了。这足足10几万年的时间，日月宗一直没有停止对此地的探索。后来发现，每当异象浮现，有一片土地便会出现异动。尽管他们还曾请来强大界灵师帮忙观察，也未能从那片异动的土地中观察出个所以。但日月宗还是将那片土地封锁，将其列为圣地。
而就在前段时间，圣地竟有了反应，明显能够看到强大的结界之力，甚至后面还隐约能够听到声响。原来圣地之内是有一位强大存在被困住，如今那位想要挣脱，但却需要日月宗里外配合。日月宗为了配合那位，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换取了诸多破阵的资源，甚至将诸多宝物都丢入到了那位强大存在被困的空间之中。就算破阵需要宝物，可这与丹田有何关系？楚风有些恼火，对方好歹活了这么多年，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都不懂。最关键的是，楚风也知道此地不简单，那个被困的家伙搞不好会是一个远古时期的恐怖存在。如今丹田落入那位手中，楚风想要拿回来可就太难了，毕竟楚风如今也只是一个小辈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当时那位大人好不容易开启了传送隧道，能让我们可以将宝物丢进去帮助他，便没想那么多，将所有珍贵之物都丢了进去。我们是想着那位神通广大，万一我们丢进去的东西他真的能够利用呢？日月宗老祖解释道。看到他此刻的那张老脸，楚风也是明白了什么叫做有病乱投医。这日月宗老祖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不是不懂丹田对破阵没有帮助，只是在那一刻他不惜代价了，哪怕只有一丁点希望，他也要搏一搏。若是那位被困住的存在真的能够因为他们得以脱困，他们日月宗将一飞冲天。圣地在哪？带路。楚风问。大人，这边请。日月宗老祖立刻带路，为了放低姿态，还弯下了腰，全然没有了出场时的气派。此时就像是一个看门护院的佣人，而楚风则是大袖一挥，又布置出一道封锁结界，再度将日月宗彻底封锁。尽管剩下的大部分人已经与谭宇之事没有关系，可是在这件事情了结之前，楚风并不希望有人离开，并不希望走漏风声。楚风、紫菱、谭宇、日月宗老祖、宗主以及宗主孙子等人便一同来到了日月宗的圣地之内。刚进入圣地，楚风便能感觉到此地的非同一般，结界之力若隐若现。楚风能够感觉到那是一道极其强大的结界屏障，并且时间较为久远，似乎来自远古时期。当然，这结界之力本身就较为隐秘，若非出现特殊问题，也不会浮现在楚风等人的视线之中。因为结界屏障本身太过强大，所以很多情况纵使是楚风也难以断定。经过观察，楚风确认这应该是一座完整的结界屏障，覆盖面积超乎想象，而眼前若隐若现的不稳，应该是结界屏障出现了裂痕。正是因为这道裂痕，才使得这里成为了突破口。那被困之人之所以会在这里出现，也正是因为这里有裂痕，并且眼下楚风能够感觉到结界屏障内有结界之力涌动，有人正在破解这道屏障。他已经破解得非常到位，但却根本出不来。之所以会如此，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内部的屏障太过强大，任何人进去都出不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此人身上也有阵法，他的阵法对他造成了额外束缚，所以才使得他无法出来。有趣，看来是来了一个了不得的小鬼啊！而就在此时，一道老者的声音自那结界屏障之内响起：“大人，救我们啊！”听到这个声音，日月宗老祖立刻开口求救：“莫慌，有我在，他不敢杀你们。”屏障内的声音说道。然而他此话刚出，堂堂日月宗老祖便被楚风一脚踹翻在地上，随后楚风的脚更是踩在了日月宗老祖的头上，将他的脑袋踩入了地底之中。谁说有你在，我便不敢杀他们？楚风反问。哎呦，有趣啊！你这小鬼这么大的脾气，你可知道老夫是谁？屏障内的声音问。我不管你是谁，你想让他们活命，并非不可。交出我需要的东西。楚风说道。什么东西？屏障内的声音反问。别装傻了，你只是人被困，但你的意识可以投射出来。我们来到这里发生的一切，你应该都洞察得清楚。楚风说道。不错，你这小鬼倒是聪明，对结界之术的判断很敏锐，应该是个少见的结界天才。那位说道。不用夸我，直入主题。楚风道。好好好，你是想要回那个叫做谭宇小鬼的丹田是吗？那丹田的确在老夫这里，老夫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老夫可以归还。不过老夫有一个条件。那声音说道。什么条件？楚风问。你去帮老夫寻找一个人，将这个人带过来，老夫就将谭宇的丹田归还。那位声音落下，一道卷轴便从结界屏障内飞掠而出。楚风打开卷轴之时，紫菱也是凑了过来，而定睛一看，楚风与紫菱都是有些意外。那卷轴上面是一个人的画像，而那画像分明就是楚风。你找此人是有何事？楚风问。这个你管不着，你只需将此人找过来即可。那位说道。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将此人带到这里，你就将谭宇丹田归还？楚风反问。对。那声音回道。那我要如何信你？楚风问。这个结界屏障老夫自己也可以破，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若是等老夫自己破开了，你便没有机会拿回谭宇的丹田。那位说道。依我看，你破不开，不是这屏障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你身上有束缚阵法，是你身上束缚阵法让你无法出来。如若不然，卷轴都可以出来，为何你不可以？楚风手握卷轴说道。好，你这小鬼确实聪明，既然都是聪明人，那老夫也就不扯别的了。谭宇丹田于老夫而言没用，但是他的死活老夫也不关心。你去将这个叫楚风的找过来，我就将谭宇的丹田给你。你若不愿意帮这个忙，老夫就直接将谭宇丹田毁掉。那位说道。说的简单，楚风是那么容易找来的，不信你问问他们。那楚风是这么容易找的吗？楚风说话间看向日月宗的人。楚风？哪个楚风？日月宗的人一时之间有些发懵。自己看。楚风将画卷丢下，同时也将踩在日月宗老祖头上的脚挪开。此刻日月宗老祖、日月宗宗主以及宗主孙子同时拿起画卷，而这一看，三人皆是脸色大变。这竟然是他！大人，您找他做什么呀？他们三个慌了。谭宇一直不与外界接触，甚至时常会因为疼痛难忍陷入昏迷，恐怕当日天榜笼罩天际，楚风大名刻于虚空的场面他都没有见过，否则也不可能对楚风一点都不了解。但是日月宗的人可不一样，他们当然知道楚风何许人也，借冉青之子，王之血脉继承者，
曾同时引起天雷血脉与王之血脉双重血脉的异象浮现。9天之巅横扫远古与当代所有天才，获得最强小辈之名号，甚至在9天之巅还当着7届圣府的面征服了传说中的力量脉之本源。7届圣府面对他都多次识别，至今抓不到的人物，寻常人哪里敢惹他？这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妖孽，是他们这些小宗门眼中的噩梦。这个楚风连7届圣府都无惧，若是招惹到了他，那绝对是灭顶之灾。为何不能找他？不对，你们都认得他？那声音问。认得，当然认得啊，怎么可能不认得他？日月宗老祖说道。他就是楚风。此刻谭宇也是看到了那画像，从日月宗几人的反应意识到了，这楚风似乎真的很了不得。随后日月宗老祖更是当众讲述起了楚风的种种事迹。听闻之后，谭宇肃然起敬，他终于知道为何紫菱会说，若是知道楚风，可能他的偶像都要换人了。因为楚风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丝毫不弱于其母界冉青当年，甚至比界冉青当年的事迹更加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可是一个比他还要小的天才，还是一个小辈，这样的天赋让谭宇感到头皮发麻。正因为自己也曾是天才，他才知道楚风的所作所为多么的惊天动地，多么的叹为观止。这世界上竟有如此厉害的人物，界冉青大人的后人，不愧是界冉青大人的后人啊！谭宇忍不住感叹起来，这个楚风竟然是界冉青的孩子。得知经过，里面那位也是发出感叹，你是何时被关入此地的？楚风立刻询问，若真是远古人物，被关在这里面这么久，应该不可能知道界冉青。若说他是从日月宗之人的交谈了解到的界冉青也不现实，因为最近讨论最多的明明是楚风。尽管他刚刚的却洞察到了楚风3人来到日月宗的所作所为，但恰恰说明他只是最近才能够洞察到日月宗的情况，以前并不可以，也就更加证明他不可能是从日月宗这里听闻关于界冉青的事迹。种种迹象都说明了一点，他被关入这里的时间并不久。老夫说了，老夫的事情你不要打探。老夫还是那句话，你去将那楚风找过来，只要找过来，就将谭宇的丹田归还于你们。另外，若是有机会能见到这楚风，你就告诉楚风，找他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那声音说道。什么好事？楚风问。这个不能告诉你。那位说道。你不说清楚，我如何转达？楚风又如何会信？楚风反问。这个确实，但是出于一些原因，老夫确实不方便说。总之，你去将楚风找来即可。那位说道。那我想问你一句，你找那楚风是否真的是好事，还是只是想将他骗过来的借口？楚风反问。真的是好事。那位说道。是不是将楚风叫过来，只要他站在这里，你便将谭宇的丹田归还？楚风又问。他之前问过一次，但他想要确定这一点。是。那个声音说道。好，把丹田拿得出来吧。楚风说话间，意念一动，一层结界之力从头到脚的覆盖一遍。此时的楚风已经完全变换了模样，褪去伪装，恢复成了自己本来的样子。而他的变化是被在场所有人亲眼目睹的。一时之间，除了紫菱，其他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无语。擦！而那屏障之内的声音更是直接骂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字。小鬼，我知道你聪明，但是你也不能把老夫当傻子。你以为你变化成楚风，老夫就能将谭宇的丹田还你？你这样玩弄老夫的智商，信不信老夫现在就把谭宇的丹田捏碎？那位怒气冲冲地说道。前辈，您能将这屏障破坏成这个样子，说明你也是擅长结界之术的，并且境界绝对不低。你应该有分辨伪装之法的手段或宝物吧？你随便丢出来一件，晚辈配合一下，您不就知道我是不是伪装的了？楚风说道。哟，老夫真不知道你小子是聪明还是蠢了？你在这跟老夫玩激将法呢？你以为老夫没有测试是否伪装的宝物，还是觉得老夫丢不出去？来，老夫就让你死心！话罢，结界屏障一阵蠕动，随后真有一道符纸被丢了出来。轰！猛然间，符纸炸裂，化作一团如旋风一般旋转的结界之力。踏入那里面，伪装的阵法将会自动瓦解，因为这是看似简单很强的阵法。看到这阵法，楚风便知道这被困之人的结界之术很强，绝对是一位真龙界灵师。小子，你现在乖乖去找楚风，谭宇的丹田老夫还给你留着，不然老夫立刻捏碎。那道声音说道。他根本不相信楚风就是楚风，丢出阵法也只是想让楚风知难而退。可楚风却嘴角一扬，露出自信一笑，别的事情没把握，他娘的证明自己是自己还没把握。随后向前一步，直接走入了那符纸化作的旋风之中。楚风踏入，结界之力便涌入楚风体内，快速穿梭，就像是要将楚风撕碎一般。可楚风安然无恙，面貌也没有任何变化。见到这一幕，先前还十分愤怒的那位顿时没了声音。大人，您这符纸是不是不管用啊？日月宗老祖质疑性的问道。因为他们也不相信楚风是楚风，可楚风踏入其中，却还是楚风的面容，那就一定是阵法的问题了。靠，真他娘的巧啊！已经真的是楚风啊！忽然，那位开口了，但这一次不仅声音更加响亮，就连语气都变了，变得客气了，也变得激动了。日月宗宗主听闻此话，身子一僵，打的一下竟然抽了。爷爷，您怎么了？见状，宗主孙子赶忙搀扶住了其爷爷。完了，谭宇竟找来了楚风，我们日月宗死定了！我们怎么可能得罪得起他啊？日月宗宗主咧着大嘴，此刻已是欲哭无泪，只剩满面死灰。所以大人真的是界冉青的儿子？谭宇看向紫菱，对哟。紫菱笑着点了点头。听闻此话，谭宇再看向楚风的眼神也完全变了，那是一抹肃然起敬、无比敬仰的眼神。唰！就在此时，一个物品丢了出来，那是一个贴满了符咒的罐子。楚风啊，这就是谭宇的丹田了。至于日月宗的这些人作恶多端，你想怎么收拾，你自己做主，老夫绝不会管。那声音说道。多谢前辈。楚风此话说完，随手一挥，已经整齐跪在地上。刚想开口求饶的日月宗老祖，
宗主、孙子三人同时化作了一片血水，随后楚风探手一抓，他们身上的乾坤袋以及宝物都落入楚风手中。楚风破开他们身上那乾坤袋的禁制后，将所有宝物整合到一个乾坤袋内，递给了谭宇，就当是他们对你的补偿了。大人，这个我不能要，您帮我报了此等大仇，我都不知如何报答你，我怎么能？谭宇第一反应便是推脱，他的确不需要这些宝物，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废人，况且他也是真的不好意思啊。在他看来，楚风这样的身份能够帮他这种小人物，那已是天大的恩赐，何况楚风还大费周折帮了他一个如此大的血海深仇，可楚风却强行塞入了他的手中。这些东西对我没啥用，但对你恢复修为、重新修炼以后却有大用。楚风说道。听闻此话，谭宇面若呆鸡，目露难以置信。大人，您的意思，你的丹田完好无损，你的修为是能够恢复的？楚风说道。真的吗？谭宇呼吸变得无比急促，修为恢复，重新修炼，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楚风哥哥说可以，就一定可以。紫菱说道。听闻此话，谭宇整个人跟石化了一样，只感觉一切如梦如幻，都开始怀疑此时的经历是真是假了。前辈，现在能说您为何找我了吗？楚风问。让这两位先回避一下，我再与你说。楚风说道。谭宇，你先回避一下。楚风说话间，直接布置一道封锁阵法，将谭宇覆盖。前辈，现在可以说了。楚风说道。老夫是说，让他们两个都回避。那位说道。听闻此话，紫菱便转身准备先离开，可楚风却抓住了紫菱的手，旋即看向那结界屏障。这位不用回避，他若是都需要回避，那恐怕晚辈也需要回避了。楚风说道。哟，是你爱人？那位问。楚风点头。难怪。也罢，那老夫就实话实说了，你可还记得你去过龙溪拳馆？那位问。记得。楚风点头。你修炼了天眼？那位说道。前辈，从何听闻？楚风意外。不用听闻，你破了我龙溪拳馆的真龙棋盘，唯有天眼之人才能破解。那位说道。前辈，你是龙溪一族的人？楚风问。正是。那位回道。前辈，你怎么会被困在这里呢？楚风问。龙溪拳馆是由龙溪一族经营，而龙溪一族乃是真龙后裔。可是楚风听闻有人看到龙溪一族的人被一个遮天蔽日的红色大手抓走，同一时间，所有龙溪拳馆以及龙溪一族族人消失不见，自从踪迹难寻。这个不方便说。那位说道。前辈，您既然寻我到此，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我现在可是被七界圣府追杀，我都敢直接告诉你我的身份，前辈还有顾虑？楚风反问。这个其实是有些难言之隐的。那位说道。晚辈听闻龙溪一族所有族人都被一只红色大手抓走了，此事是真？楚风询问。我靠，这浩瀚修武界就没有秘密了吗？怎么你都知道了？那位惊叹。是因为有人看到了。楚风说道。同时也确定传闻乃是真的了，不然这位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确实不方便说。这样，你先在这里等一下，老夫回去询问一下。那位说道。话罢，那位便离开了。楚风哥哥，这龙溪拳馆找你会有什么事呢？紫菱好奇地问道。不知道，但他们被抓到这里，想要脱困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与此事有关。毕竟他们都说出我拥有天眼了，莫非想要脱困？我的天眼会有大用？楚风此时不明真相，只能自己猜测。那谭宇的丹田怎么回事？紫菱问。楚风拿起了那个装着谭宇丹田的罐子，尽管丹田在罐子之内，但楚风却也能够观察得清楚，这丹田很特别，与其说是遗传所得，更像是之前就打造好的，这很像是人为打造的血脉。楚风说道。人为打造的血脉？紫菱意外。对，并且是很高超的手段，是超越真龙界灵师的手段，总之是我遥不可及的手段。楚风道。莫非谭家的秘密真的就藏在这丹田之中？紫菱询问。我现在也看不出太多东西，也许秘密在丹田之中，也许在谭宇本身，也许秘密与他们两者都无关联，只是巧合罢了。但帮人帮到底，既然说了帮谭宇，就要帮到底。楚风说话间解除了覆盖谭宇的阵法。楚风大人，你们聊完了？谭宇问。那位大人有点事，过会回来，我趁着这个功夫帮你恢复修为。楚风说话间便布置阵法，随后便将丹田重新放入了谭宇的体内。没过多久，谭宇身上便释放出磅礴的气焰，旋即谭宇昏死了过去。楚风也闭上眼眸，不再动弹。楚风哥哥，见状，紫菱有些担心，还以为是那丹田出现了什么意外。可一番观察后，他发现楚风与谭宇都安然无恙，而楚风就像是意识丢失了一样。难道说，紫菱想到了一个可能，便不再打扰楚风，因为这是一个好的可能。紫菱猜对了。此刻楚风的意识已经进入了一个奇特的意识空间之中，这是一个充斥着白色雾气的意识空间，似是在茫茫大雾中，又似是在茫茫云层中。楚风也无法确定，因为这里的结界之术太高超，远非楚风能够触及的手段，并且四下观察，只能确定这个空间很大，大到堪比一方大型的上界。除此之外，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孺子可教。很快，一道老者的身影浮现而出，这位老者是真正的仙风道骨，身高2米，白袍如雪，白发如雪，手中还握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玉拐杖。尽管皮肤布满老年斑纹，脸上也布满岁月皱纹，可双眼不仅炯炯有神，且没有一丝活了无尽岁月的老辣，反而有的是一抹清澈。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赶忙施以一礼。老夫知道你叫楚风。白袍老者道。听闻此话，楚风感到意外。前辈，您不是阵法所化？当然，若是阵法所化，又岂会这般与你对话？老者笑了笑。那前辈，您是祖武界宗的人？楚风更加意外，在他看来，祖武界宗是极其遥远的，祖武界宗那个时代的人可能都已经死绝了，就算还有活着的，也是后辈了。但这位就像是祖武界宗鼎盛时期的存在，楚风就是有这种感觉。老夫名为司空长生，不过现在的人应该都不记得老夫了。老者说道。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再度施以大礼。不是已经拜过了，怎么又拜了一遍？
司空长生问：“晚辈先前只是出于尊重，但实际上以为前辈是阵法所化，如今知道前辈竟不是阵法所化，而是祖武界宗的前辈，晚辈便难以抑制内心的敬仰与激动，必须再拜一次。”楚风道：“你倒是很有礼数，不过拍老夫马屁没用，老夫不在这个世界，无法插手你的恩怨，就算能够插手，也不会插手，因为非要说起来，老夫与七界圣府也是有些渊源。”老者笑着说道：“晚辈知道。”晚辈并没有期望前辈帮助晚辈，晚辈真的是发自内心敬仰，因为晚辈也是界灵师，并且是祖武天河之人。当得知时代初期最强的界灵师势力并非七界圣府，而是我祖武天河的祖武界宗之时，便对祖武界宗十分敬畏，内心也感到骄傲。楚风解释道：“这倒是能够理解，家乡的情感确实较为特别。”司空长生点头：“前辈，所以谭宇身上的血脉觉醒是考验。”客套之后，楚风直入主题，他很清楚，这种活了无数岁月的老怪物不会平白无故的帮人，不是几句客套话就能换来认可的。想要赢得认可，还要靠自己的实力，算是考验，也不算是考验。想要进入祖武界宗的主城，有2个方法，一个是先入主城，再搜集钥匙，另一个便是先发现钥匙，从钥匙碎片这里得到线索，在集齐钥匙后，也可知晓主城位置。本来当年因为一些原因，主城被隐藏，便只剩下了第2个方法。不曾想，当代修武界竟有能人异士，将我祖武界宗已隐藏的主城又召唤了出来。司空长生笑着感叹，提及此事，楚风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知道对方利用了卧龙武宗的力量，才让祖武界宗主城现身。至于谭家，当年也是有心善之人，于是老夫将一道钥匙碎片留在了谭家，同时因为当年的交情，老夫也准备帮谭家一把，在谭家血脉中埋下了这个血脉觉醒的阵法。原本是在当年就要开启的，不曾想后来发生了一场变故，老夫陷入了沉睡，而这沉睡的时间没想到如此之久。当老夫再度醒来之时，已是200多年前。好歹老夫布下的血脉阵法能够代代相传，当时已经传到了谭宇的身上，当时正是谭宇兄妹家人惨死，他们已经拜入日月宗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力量的时候，老夫便将埋藏在谭家人血脉中的阵法于其身上开启。正常来说，其血脉乃人为打造，在老夫的布设下，就算觉醒修炼也是艰难重重，需有识才之人帮助，谭宇才能最终成才。所以在其血脉觉醒的同时，埋藏在谭家的阵法也是发生了变化，为的就是引来帮助谭宇之人。当然，阵法变化没有提醒，需聪慧之人才能联系到谭宇身上，因为有资格拿钥匙的人，心善只是其一，能力更为重要。尤其界灵师的观察力，老夫本是想在帮助谭宇的有缘人中找些有能力又心善之人，给予指引，让他们去开启留在谭家的阵法钥匙。只是不曾想，不仅没有人能够联想到谭家阵法变化与谭宇有关，且谭宇血脉刚刚觉醒，没能遇到贵人，反而引来了灾祸。这一等足足200多年，终于等来了你这个真正愿意帮他的人。正常来说，就算你帮了谭宇，也没那么容易拿到钥匙碎片，可因为你是先入我祖武界宗主城，已经通过祖武界宗主城的考核，老夫便直接将这钥匙给你。话罢，司空长生对着楚风一指，一道白色的印记飘向楚风，融入楚风体内。你再回谭家阵法处，凭借这印记便能拿到钥匙碎片。司空长生说道：“前辈，那按照您的布置，谭宇的血脉就算觉醒，也需要有人帮助，为的是寻找有缘人。现在钥匙碎片既然已经被我得到了，谭宇的修炼之路还需要那些障碍吗？”楚风问：“你倒是真的关心他。”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放心吧，有缘人已寻到，他日后的修炼之路便会畅通无阻，至少觉醒的血脉不会再出现岔子。但终究是人为打造的血脉，它的高度也终究有限，至少是无法与你们这些真正的天才争锋的。对了，楚风，关于见到老夫之事，还请保密。”司空长生说道。“晚辈明白。”楚风点头。这种强大存在，既不露面，自然便是不想被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可是见到这种老古董级别的存在，楚风心中也是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于是楚风又道：“前辈，您可知道远古后期发生了什么？”司空长生摇了摇头。那时代初期的那些庞然大物，包括祖武界宗，都去了哪里？是进入了第9道天河吗？楚风问。这个你自己去探索吧，这个世界想要知道的事，还是自己探索才有趣。司空长生显然关于这件事不愿多说，但却又道：“虽然有些事不能与你多说，但你这后生品行兼备，确实是一个好苗子。老夫可以给你一个提醒，小心七界圣府和远古家族。”话罢，周遭雾气散去，楚风的意识回到了本体之中。当楚风睁开眼眸的同时，谭宇也是睁开了眼眸。睁开眼眸的第一时间，楚风则是若有所思，怎么连这等存在都提醒小心七界圣府和远古家族？远古家族还说传承了远古的资源，实力确实深不可测，但七界圣府到底有着怎样的存在？而就在此时，谭宇已是跪在楚风的面前，多谢楚风大人，因为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他不仅能够继续修炼了，甚至就连修为也恢复到了被挖丹田的时候，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然成真了。而他知道这都是多亏了楚风。快起来，谢就不必了，其实你也帮了我一个大忙。楚风将谭宇搀扶了起来。帮大人。谭宇不解，我也不瞒你，我与谭家其实没有什么交情，我去谭家是为了谭家的阵法，那阵法你应该知道。楚风说道。我知道。谭宇点头。那阵法可破，而现在我已经破开了，具体细节不方便说，你只需知道在这件事上多亏有你即可，不过这件事还要保密，不然可能会为你引来灾祸。楚风说道。我一定保密。谭宇应道。所以楚风哥哥，钥匙碎片拿到了？紫菱问。还没有，不过已是10拿9稳。楚风说道。谁会想到谭家的阵法会与一个被驱逐出家族的人有关，也就我楚风哥哥能想到了。紫菱笑眯眯地说道。我的好紫菱，你就别夸我了，其实也算是运气好，幸亏是界天染没有去，不然
他定然也能发现这个线索，也能找到谭宇。楚风说道：“若是他的话，他也能够得到钥匙碎片吗？”紫菱问：“应该可以吧？”楚风道：“可还记得司空长生所说的能力很重要这句话？借天染的能力，楚风从不轻视。楚风与紫菱的对话都是暗中传音，谭宇听不到。而龙溪一族那位久久未归，楚风也是认真观察起这结界屏障。楚风发现这结界屏障不仅能够传递物品，稍微用些手段，他也是可以进去的，并且隐隐间，楚风感觉这结界屏障上面竟有一些熟悉之感。楚风小友，久等了，你小子手段够快的呀，这么快就将谭宇的修为恢复了。对了，让那谭宇再回避一下。终于，龙溪一族那位的声音再度响起：“前辈，现在方便告诉晚辈了吗？”楚风问。可谁曾想，那位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楚风，你应该能进来吧？”晚辈观察了一下，应该可以。楚风说道：“那你进来，带着你的小女友一起进来。这件事说来话长，需要细细来讲。”龙溪一族那位说道：“好，前辈稍等片刻。”楚风先是布置阵法，确定可以进去后，又告诉谭宇，他可能需要久等一段时间，若是不想等，可以先回那片森林之中。而谭宇决定在此等楚风，于是楚风便与紫菱二人穿过了那结界屏障。穿过结界屏障，乃是一片结界空间。这结界空间具有较强的压力，而在入口处有着一座强大的阵法，正是这阵法彻底击穿了结界屏障。若是没有这阵法，就算这里有裂痕，楚风也不可能进得来。看到这座阵法，楚风更加确定对方的结界之术实力特别强。但同时，楚风也是注意到，这不是寻常的结界空间，应该是防御结界之内。防御结界内的空间已经形成结界空间，可以看出此地真正的主人是多么强大的界灵师。楚风小友，终于正式见面了，真是年少有为啊！伴随一道声音响起，楚风也是注意到，距离此地极远的地方有一个小老头，但站的位置太远了，远到以紫菱的视线都无法发现他。倒是楚风带着紫菱将老头所在的方位移动一段距离后，紫菱才看到这前辈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迎接咱们。紫菱不解，他身上有阵法束缚，那应该是他能靠近出口的极限了。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这位前辈已经如此厉害了，在这里却如此受限，这里的主人到底是多么厉害啊！”紫菱感叹：“非常厉害，超乎想象的厉害。”楚风也是感叹。而二人交谈之间，楚风已是带着紫菱来到了那老头所在的位置近前。嘿嘿，楚风小友，这位姑娘如何称呼？老者笑眯眯地问着，显得十分热情。紫菱。紫菱说话间也是面容变幻，恢复成了本来的模样。在他看来，楚风都露出真容了，他也要跟随楚风一同真容，不只是尊重老者，也是遇到危险一同面对。楚风知道紫菱的心思，便也没有阻止，尊重她的想法。哎呦，紫菱姑娘真容如此好看，楚风小友，你可真是有福气啊！老夫活了几万年了，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这老头表情极为夸张，但楚风知道这夸张不是装出来的。紫菱的美貌的确世间少有。前辈，还不知该如何称呼您呢？楚风道：“老夫叫做龙墨笑，乃是龙溪一族首席界灵师八品真龙。”龙墨笑得意地说道：“八品真龙。”而听闻这个境界，楚风也是意识到，这个龙墨笑确实有得意的资本。八品真龙便相当于八品真神，这放眼浩瀚修武界，也是极其顶尖的存在了。前辈，莫非是想用这传送阵传送出去？楚风看向龙墨笑身旁，在他身后有着一个结界之力搭建而成的通道，那通道向外延伸而去，这是传送隧道。只要隧道彻底封锁，再以传送阵法催动，就是一个完整的传送阵了。是。龙墨笑点了点头。这可行吗？楚风问。有一些风险，但我龙溪一族不能总被困在这里，总归还是要试一试。其实老夫也在劝阻，还不知道能不能劝住呢。唉，我龙溪一族有个规矩，多数服从少数，族人都不想一直被困在此地，宁愿冒险也想试试。龙墨笑此刻的表情有些无奈。楚风知道龙墨笑的无奈，因为他也看出来了这件事有风险，并且风险不小。来，两位小友，跟老夫来，这个地方压力不小，还是进去聊才舒服。龙墨笑说话间转身走去，楚风与紫菱跟在其身后，却发现龙墨笑步履维艰，在这片结界空间内，他走得十分吃力，自然还是与他身上的束缚阵法有关，不然为何楚风二人走起来就不吃力，甚至还能御空飞行？但龙墨笑似乎也早就适应了，不知是何人布下的阵法，竟强大至此。紫菱感叹，八品真龙在紫菱眼中已是极为强大的存在，可就是如此强大的界灵师，在这阵法之中却是如此艰难，又怎能不感叹？布下这座阵法的人，那可实在是太了不得了。若不是曾有人破坏过此地，在结界屏障上轰下了那一道裂痕，老夫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其洞穿，将物品和意识传递出去。龙墨笑苦笑道：“这么厉害？”听到龙墨笑这样说，紫菱更加好奇。当然厉害了，两位小友，可听闻过界灵大帝吗？龙墨笑问。听闻过。楚风说道：“这里便是界灵大帝的领地之一呀。”龙墨笑说道：“难怪。”楚风终于明白为何看到这里有些熟悉之感了。这里的布置手法，不就是秦九的手法吗？只不过布置的较为隐蔽，所以楚风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来。而此时紫菱也看向楚风，他自从见到楚风，与楚风交谈了不少，已是知道楚风曾得到了界灵大帝秦九的传承，所以界灵大帝秦九他也是知晓的。前辈，那究竟是何人将你们抓到这里，又有何目的？楚风问。是何人将我们抓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那是一个女子，她的实力太强了，恐怕不是当今时代的人物。而我说过，这里虽是界灵大帝的领地之一，但这里遭到过破坏，那位将我们抓来，是要借用我们龙溪一族特殊的龙息之力，帮忙修复界灵大帝的领地。龙墨笑说道。那前辈可见过那位女子？楚风问。没有，那位根本没有露面。龙墨笑说道。
那修复之后能离开吗？楚风又问。他说修复之后，我们身上的束缚阵法会解除，便可以离开此地。龙墨笑说道。那还好。楚风道。确实还好，但也没那么简单，因为不太好修复。龙墨笑说道。前辈，那你们寻找我是什么事情？楚风问。这个见到沐城那丫头，让她与你说吧。龙墨笑说道。随后经过龙墨笑漫长的行走，终于走出了这片结界空间。穿过结界空间那一刻，眼前的一切开始冲击楚风与紫菱的眼球与内心。眼前所见极其壮阔，壮阔到就连紫菱也是惊讶地张大了小嘴，眼中满是吃惊，甚至忍不住御空而起，于高空仔细观摩。空中盘旋的并非鸟，而是一条条长达几十万米的巨龙。这里的丛林，这里的山川，甚至江河的曲线，以及这里的宫殿，甚至所有建筑，也都是以龙的形态为基调，是真正的恢宏大气，精妙绝伦。就连天地之间都充斥着一股极为浓烈的阳刚之气，那是龙的气息。不过这是假的，正因为知道是假的，才会惊叹，因为伪造的太像了。楚风终于知道为何要找龙蜥一族的人帮忙，毕竟龙蜥一族也算是龙族后裔。不过也如龙墨笑所说，这里的一些建筑以及很多地方都被毁坏了，想要修复很难，因为这里的一切可是秦九布置的，他的结界之术不是楚风他们如今可以企及的，并且楚风来看，这里并非秦九随手布置，而是精心布置，所以毁坏之后自然也是没那么容易修复的，至少楚风想帮忙修复是做不到的。壮观吧？龙墨笑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和紫菱，身为真龙界灵师，他也曾被眼前世界所深深震撼，虽然被困在此处很是憋屈，但却也不影响赞叹界灵大帝的手段壮观。楚风与紫菱异口同声地回道，毕竟是界灵大帝秦九大人的领地，也是正常。龙墨笑说道。前辈要如何修复呢？楚风询问。在他的观察下，觉得想要修复太难了，就算龙墨笑是8品真龙，他也是难以做到。这里本身有一座修复阵法，只是这座修复阵法也有损坏，里面积攒的力量泄掉了，所以便需要我们龙蜥一族的龙蜥之力。我们呢，就是将龙蜥之力融入其中。龙墨笑解释道。那为何没有修复的迹象？楚风又问。他看得出来，这里损坏的时间很久，应该是远古时期损坏的。远古至今，浩瀚的岁月长河中，这些损坏之物保留了最初模样，没有丝毫修复的痕迹。这阵法也有损坏，需要填满之后才会运转开启。经过我们的估算，我们龙蜥一族3万族人没日没夜的融入龙蜥，也至少需要1万年。可我们怎么可能不休息？融入的可是龙蜥啊，所以正常来说，起码几万年才能离开这里。龙墨笑说道。这么久？楚风与紫菱终于知道为何龙蜥一族顶着风险也要离开此地了。而在龙墨笑的带领下，很快楚风便来到了一座汪洋大海之中。这片汪洋较为特别，而在大海深处竟有着一条龙影盘旋，实际上乃是一座阵法。楚风一眼便看出，那便是龙墨笑所说的修复阵法。河流遍布世界各处，而最终都涌向这片汪洋，所以这片汪洋内的力量若是释放，也是能够贯穿整个世界的。修复大阵也有着一座阵眼，阵眼内盘坐着不少身影，都是龙蜥一族的人，在源源不断的释放龙蜥之力，融入阵眼之中，因此他们脸色都不太好，因为这个活是消耗自己，自然较为吃力，需要承受负担。但在半空之上，还有另外一伙人，也是龙蜥一族族人，他们没有进入阵眼，融入龙蜥，而是在释放结界之力，正在搭建传送阵法。这传送阵法布置的极其精妙，正是用来催动那传送隧道的传送阵法，并且传送阵法是能够与修复阵法相连的，只是眼下没有完全接通。这个传送阵法之所以建立在这里，他们也是打算利用这座修复阵法的部分力量，并且楚风观察，这传送阵法已经快要搭建完成。众人感受到了楚风3人的气息，无论是海中阵眼内的，还是搭建阵法的，所有龙蜥一族的族人都是抬头望向3人，其中一名原本盘卧在阵眼之内，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更是率先站起身来。当她起身之后，其他人也是随着起身。你们继续。女子说道。听闻此话，那些人才盘膝坐下。此刻，女子御空而起，来到楚风面前，笑脸相迎，而她这一笑，则是显得更加好看，并且离开海中阵眼。楚风也是看得出来，女子身材极其火辣，别看已是中年模样，但却有着年轻姑娘所没有的独特魅力。楚风，终于见到你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龙沐城。女子说道。拜见龙前辈。楚风与紫菱同时施以一礼。其实你我见面的时间本该推进不少的，只是上一次缘分未到，你刚破开真龙棋盘没多久，我便回到了拳馆之内，刚巧那时候你才走没多久，后面我还派人去找你，只是没曾想却找不到了。龙沐城说道。